杨紫对孟子情有独钟，任凭言谩骂，无论外貌如何，她都信了。自从在学校上湖南卫视的文艺节目1年级之后，孟子的地位就一直很糟糕。节目中不合适的展览，让教育家袁咏仪大为抨击。节目播出后，众人又对孟子仪的表现表示反感，实在是太不爽了。之后，他出演了《陈情令》，被网友斥责范围大，比如给相关家族加戏、利用传奇肖战等等。由于这部剧名气大，骂孟子的人就这么多，一度让孟子的地位和流行度跌到了谷底。无论如何，孟子仪在参加《桃花坞》的时候，就直截了当地表示，2018年至2019年是他立场上的低谷期，媒体上没有人需要对他热身。他好像是个邋遢的水，尽量不主动四处闲逛。发展中，孟子仪的地位稍微好一些，通过一些项目白了一些，职业也一步步回归正常，各种资产都触手可及。更何况他有幸在《沉香如出一辙》中饰演后来的女主，饰演严丹的姐姐芷溪。随后节目一开场，闫妮的入场就变成了热搜。孟子一言粉碎杨紫游乐点破案，孟子一明确为杨紫澄清非他一手。连线题材刚好不晚，孟子一言胜过杨紫的导流题材，似乎开场没多久就定位在了最上面明显的位置。媒体中最没有的事情是手淫，特别是对于类似节目中的艺人。那时大家都在责怪孟子，理由是杨紫根本就没有能力买这么一个点。于是网友们纷纷指责孟子仪，直言他要出名，要疯了。孟子对此只字未提，反而落下重点，扼杀了强度。随后孟子仪在一次会议上回答了这一集。他表示，剧集结束后，他明确为杨紫澄清这不是他自己做的，并理解了其中的误解。还有，杨紫对孟子特别有信心，并提示他不要当面回答，让节目方与之安排。幸好他仁慈地提醒孟子要保护好自己。可见女人其实是最珍惜女人的，媒体也有这样的特点。从杨紫对孟子的信任来看，可以看出杨紫是一个比较清晰的艺人。他知道媒体渠道的恶化，他同样意识到有些人会制造冲突。主要是杨紫根本不在意孟子仪在外面的惨状，看到他戴着有色眼镜，很耐人寻味。大部分对孟子仪好奇的人看到这一段会觉得孟子仪应该是出名的疯子，对他产生怨恨。杨紫看中孟子，不管他的外貌如何，他们都在媒体上过得去。杨紫的无所不在一直都是优秀的，她是艺人的朋友，也是艺人的姐妹，这与孟子非常相似。在拍摄《沉香如碎花》的过程中，孟子经常向杨紫询问，杨紫都会小心翼翼地回答，并发出一般冗长的声音。这让孟子更加感动，觉得杨紫是一个值得结交的伙伴，对他是真的好。结交同伴涉及2个人，因此杨紫同样更喜欢孟子仪，认为他是一个值得作伴的人，并不像外界报道的那么可怕。在日常生活和事迹中，总体上还是很真实的，但执行起来有些有力，本质上是很棒的。所以像燕牙这样的事情，听到孟子的解释，杨紫一般都会接受，显然也没有质疑。归根结底，他并没有被孟子仪糟糕的地位所影响，对他出人意料。按照规矩，他们2个都是大人物的艺人，彼此真心相待，没有那么多的档期。02肖战余生 6.0 的收视率并没有阻止一个家庭和一个为大出圈，那么酸鸡跳起来有什么害处呢？肖战的余生被超过20万人评为 6.0 满分5分。有人说这个分数太高了，因为这部剧的差点很多；有人说太低了，因为肖战的顾威确实玩得很用心，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直接的证明就是，很多中老年女性都爱上了肖战的顾威，想象着自己的女儿会找到一个像顾威这样工作稳定、上进心强、宠爱女友的男朋友。任何方式，未婚少女也幻想能找到像顾威这样的终生伴侣，笑容温暖如春，俊美优雅，只忠于自己。一户一卫成为了太多人迷人梦境的一部分，现实生活有多少不该如此？梦中有多少诗情画意，多少感人肺腑，令人陶醉。
就在有些酸鸡忍不住追根究底的时候，这部来世中的肖战却不是某个人。无论是小说还是改编的电视剧，故事都是通过女主的视角展开的。但让他们难受的是，剧中的目光都集中在了男主身上。在各大榜单中，男主的关注度和讨论度都高居榜首，而且即使在该剧播出后，男主的关注度和讨论度依然居高不下。就在这时，一片群嘲的场景出现了。在一个拥有近900万粉丝的营销号下，一个粉丝团为了掩盖 Y 麦号控制女主评论的事实，集体改成了 Y 麦号的头像，然后就自己狂欢了，声称男主粉丝无法控制女主粉丝。然而事实是，男粉们早就觉得，就算占了上风，也不会赢，会被批评和嘲讽，所以早就退出了。他们留下了欢呼和唱歌，我想他们没有看到路人脸上对 Y 品和女主粉丝的嘲笑和嘲弄。演员演好角色才是正道，粉丝们争先恐后的坚强，不亚于演员自己用演技和个人魅力征服观众。如果你看过《余生》，你会发现肖战的顾威让你心潮澎湃，心潮澎湃。他可能阳光帅气，拥有阴天般的明媚，也可能在人际关系和工作上纯洁真诚，这是唯一能给他持久力的东西。肖战在演顾维的时候，并没有任何表演经验，如果不自信胆小，就会被嘲笑和嘲笑。但肖战顶住了沉重的压力，给出了让人满意的答案，让那些准备看他的人都被嘲笑他演技的人都无奈地闭上了嘴。T 新闻商业突破奖平台认证头部爆款剧项目第9馆2.855，酷云年亚台网双爆，将 H 南方卫视 CVB 均值从 0.35 提升至 0.68。余生热播后，肖战生意不错，剧资源也在上涨。某些粉丝把评论控制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一旦这些真实数据闪耀出来，就让那些自动营销不破。03现在口碑9连剧，杨紫占了2个，3年前这部剧很难超越。生活有点苦，还不如加点甜。在各类影视剧题材中，很多观众都偏爱现代偶像甜剧，因为这些剧集轻松和谐愉悦，让人看的心情特别舒畅。近年来，有很多现代偶像剧非常经典，值得重温。今天给大家推荐9部值得大家关注的现代剧，相信一定会有一部让你爱上很久。在时间和年份方面，22年2部赏心悦目的新剧，今年有2部木偶剧值得推荐。第一部是今年3月播出的现在的木偶剧《余生，请多叫叫我》。这部剧由杨紫和肖战主演，最近以豆瓣评分公开，最终评分为 6.0。这部剧已经有超过40万人的评分，大多数人给它3颗星，也算是及格了。该剧讲述了即将毕业的年轻音乐系学生林芝芝，不想按照父母的计划生活，却下定决心学习大提琴，并坚持她的梦想。在即将毕业之际，她的父亲突然因癌症住院，并在此过程中遇到了事业低谷的外科医生顾伟。认真的顾威被林芝芝学校的温暖、乐观和坚韧所折服，最终默默爱上了这个都市型女孩。这部剧的剧情意图不值得推，意思也不是很深远，就是剪辑也有点瑕疵。不过好在这部剧轻松有趣，还有帅哥的设定，一个美丽的女人对一段关系的气氛很有感觉。杨紫和肖战的演技也很在线，加上剧末的小彩蛋很有新意，总体来说还是一部很不错的剧。另一部是前段时间热播的奇幻爱情剧《我的恶棍男友》。这部剧豆瓣评分高达7.1，是陈哲元主演的剧，陈悦联合主演。这部剧用心独到，讲述了业余作家南星意外唤醒了书中反派角色小吴安的故事。2个不同世界的人相遇后，发生了许多荒诞的故事，整个气氛轻松愉快，让人越看越上瘾。整个气氛轻松愉快，越看越上瘾。戏谑的同时，还有男女主之间的静谧爱情、暧昧与深情，让人欲哭无泪。很多人说这是目前评剧中的一股清流，不刻意、不油腻、不突兀，幸福情侣的设定和爱情版锦绳的设计也很讨喜，很甜，值得一看的剧。21年4集齐头并进。5月20日开播的现偶剧《月光变奏》是丁禹兮和于书新主演的一部非常甜的剧，豆瓣评分6.8分。
该剧讲述了后起之秀地川与初出茅庐的灵魂捕手初级编辑初利之间的一段不欢而散的甜蜜感情成长故事。剧中虞书欣饰演的楚离不仅厌恶神明，还是地川多年好友侯军的网络好友。两个人的关系变得微妙，确认后的关系越看越甜蜜。剧中的虞书欣和丁禹兮都非常适合自己的角色，代入感很强。暑期档，杨洋、迪丽热巴主演的热播偶剧《你是我的荣耀》热播，一时间圈内外关注。该剧豆瓣评分 6.9， 收视率接近50万，人气空前。这是一部从竞技游戏角度切入的剧集，讲述了游戏代言人乔晶晶与高中单相思雨图因为游戏重逢，两人逐渐发展出爱情的故事。彼此一夜之间，10年后，一个是当红明星，一个是航天设计师，两个令人羡慕却又互不相干的职业，他们浪漫的相遇，最终走到了一起。不仅出人意料，引人入胜，再加上和田和杨洋的演技，更让观众着迷。此外，同年，任嘉伦、白鹿主演的电视剧《一生一世》也上线。这部剧虽然不如上一部，但豆瓣评分 6.2， 反响不错，值得一看。最后是由陈哲元、徐梦洁主演的青春偶像剧《暗网的秘密》，被很多人誉为青春剧的天花板，收视 6.7。总而言之，这4部2021年的偶数剧都有一定的看点和看点，并且是相距不远的4部剧之一。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在彼此之上，剩下的3部剧都难打。除了这2年现在的偶剧值得一看，2020年播出的现在的偶剧《半秘半伤》也一度引起追捧热。这部剧最终豆瓣评分 6.8 分。该剧由罗云熙、白鹿主演，讲述了对眼泪严重过敏的女孩将军与青梅竹马的玩伴元帅相识，并制造了很多搞笑故事，收获爱情和事业的故事。经历了一些风雨飘摇的时期。这部剧中，罗云熙饰演的元帅虽然看似冷漠，却在默默地关心着将军，与霸道总裁谈恋爱的方式令人愉悦。两人也很有 CP 感，在戏剧中，他们经常演古装戏，在现代剧中看起来很好。2019年，杨紫、李现主演的偶剧《亲爱的》，豆瓣评分 6.6。那个夏天寒伤炎和童年的故事几乎走遍了大街小巷，而这部主打竞技电竞类的剧集非常有特色。该剧既是一个热血沸腾的故事，也是一个没有魅力的寒伤炎和柔情似水的童年之间的甜蜜爱情。在这部剧中，杨紫和李现贡献了很多经典的场景，比如不打招呼的吻戏和童年在车里的哭戏，每一个场景都非常生动真挚，非常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最后一部也是最难超越的一部，就是林毅和邢菲主演的《致我们温暖的时光》。这部剧豆瓣评分高达 7.7。故事讲述即将毕业的司徒茂偶然遇见物理系学生顾唯一，误入同盟。在相处的过程中，两人抛开偏见，在彼此的鼓励和帮助下，逐渐在生活和事业上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一起走过了求职和工作的故事。如此温暖的时刻是关于走正确的道路，与正确的人一起做正确的事。该剧没有突兀的场面，也没有不协调的表演，演员们都在全力以赴，情节巧妙、搞笑、温馨，笑点十足。整部剧清淡甜美，值得重温。以上9部剧都值得欣赏，你最喜欢哪一部？